我是老高。今晚我们来聊一个你可能听过但绝对没认真读过的东西——《汉书》。先别急着划走，我问你一个事儿：假设有人跟你说，从今天开始，你得花30年干一件事，没工资，没奖金，干不好还可能把命搭进去，你干不干？正常人肯定不干，对吧？但2000年前有一家人，不光干了，而且是一家3口接力干。爸爸写到病死在书桌上，儿子写到被冤杀在监狱里，妹妹熬白了头发，一个人在孤灯下把最后几卷补完。他们干的这件事就是写一本书，这本书叫《汉书》。你可能觉得一本古书跟我有什么关系？关系大了。你管自己叫汉人，你每天写汉字，你张嘴说汉语，汉这个字的分量，有一大半就压在这本书里。说实话，我第一次知道这个故事的时候，脊背是发凉的，不是害怕，是敬畏。什么样的信念能让一家人拿命去填一本书？今晚咱们就把这事儿从头到尾捋一遍，看看这本书到底是怎么诞生的，里头又埋了多少帝国的秘密。先说这本书的第一棒，父亲班彪。班彪活在西汉最末尾那段日子，王莽篡位，天下大乱，到处都在打仗。班彪是个读书人，别的事他管不了，但有一件事他忍不了，历史断档了。司马迁的《史记》写到汉武帝就停笔了，可汉武帝之后，西汉还走了将近100年，这100年里改朝换代，血流成河，居然没人记。班彪坐不住了，自己动手，续写了65篇《史记》后传。但命不等人，书还没写完，他就病倒了。临走之前，他把所有手稿和资料塞到了大儿子班固手里。那年班固才23，我觉得这个场景特别像一场交接仪式，不是交权力，是交使命。一个父亲用尽一生积攒的东西，没来得及成型，就托付给了下一代。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伟大的事，起点都不是光芒万丈的，而是一个人倒下，另一个人咬牙接过来。班固接了这活儿之后，越琢磨越觉得光续写《史记》不够。西汉这200多年有自己的脾气，自己的制度，自己的精气神，值得单独立一本书。他做了一个大胆到离谱的决定，不续了，另起炉灶，写一部只讲西汉的断代史。注意，断代史这3个字，在班固之前是不存在的。司马迁写的是通史，从黄帝一口气写到汉武帝，上下3000年一锅端。班固第一个说，不，我只写一个朝代，写透它。从此以后，24史里除了《史记》，剩下全是断代史。可以说班固一个人给中国史学定了2000年的规矩，但定规矩的人往往没有好下场。他埋头写了20多年，没有官方经费，没有团队支持，就一个人在家里点着油灯，对着竹简，白天干活糊口，晚上熬夜写字。公元62年，有人去官府告状，说班固私修国史。你品品这4个字的杀伤力，放在那个年代，这等于说你一个平头百姓，居然偷偷编国家档案。官差冲进班固家里，把所有书稿抄了个干干净净。班固本人被五花大绑丢进了大牢。如果是我，这一刻大概心都凉了，20多年的心血全没了。关键时刻，他弟弟班超出场了。这个班超后来可不得了，就是那个投笔从戎，带36个人搞定西域50多国的传奇人物。但那时候他还只是一个急疯了的弟弟。班超骑快马从老家赶到洛阳，直接给汉明帝上书，我哥写的不是禁书，是正经史书，求您亲自看一眼。汉明帝让人把书稿从牢里调出来，翻了几卷，当场拍桌子，写得太好了，不但没治班固的罪，反而直接给他封了官，兰台令史，让他搬进皇家图书馆上班。你想想，
这个反转，前一天还是阶下囚，第二天就成了国家图书馆的高级研究员。从此以后，皇家档案、各地的统计报表、前朝的机密文件，班固全都能看到了。他像一块干透了的海绵掉进了大海，拼了命的吸收。他把《汉书》从父亲留下的60多篇草稿，一点一点扩成了100卷的巨著，涵盖西汉从高祖到王莽，整整230年。但好日子没能持续。公元92年，班固被卷进了外戚窦宪的政治漩涡，再次下狱。这回没人救得了他了。他在狱中被酷吏折磨，死的时候61岁。20多年心血倾注的《汉书》，还差八表和天文志没写完。我每次读到这儿都替他不甘心，眼看着就差最后一步，命没了。这种感觉比没开始写还残忍。然后一个女人走进了这段历史。班昭，班固的亲妹妹，从小跟着哥哥读书，学问一点不比男人差。她早年嫁了人，丈夫死得早，她没改嫁，一个人过。汉和帝下诏，让班昭搬进皇家的东关藏书阁，把《汉书》写完。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一个寡居的女人，在女人连读书都不被鼓励的年代，走进帝国最高的学术殿堂，拿起哥哥放下的笔，她把最难写的八表和天文志全部补齐了，笔法跟班固一模一样。后来的学者根本分不出哪段是哥哥写的，哪段是妹妹写的。写完之后，班昭还干了一件事，给人讲课。当时很多人读不懂《汉书》，就跑到他家里请教，他一句一句地讲，硬生生开创了汉书学，一部书，前后将近40年。父亲奠基，儿子主笔，妹妹收官，3个人，3条命，才换来了这部书的完整。我觉得这不叫写书，这叫用命刻碑。好，故事讲完了，现在进正题。这本拿命写成的书，里头到底装了什么？凭什么它能影响中国2000年？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拿它跟另一部名著比一比。史记司马迁的《史记》是什么气质？浪漫、奔放、热血。荆轲刺秦王，风萧萧兮易水寒，项羽乌江自刎，力拔山兮气盖世。读《史记》你会心潮澎湃，恨不得穿越回去跟着冲锋。但《汉书》完全是另一种味道，它冷静、理性、克制，像一个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中年人坐在你对面，不跟你谈梦想，跟你谈现实。打天下靠胆子和运气，守天下靠制度和脑子。一个帝国打下来了，然后呢？怎么收税？怎么选官？怎么处理中央跟地方的关系？怎么平衡各方势力？这些怎么的答案，全在《汉书》里。所以有句话我特别认同：读《史记》让你热血沸腾，读《汉书》让你头脑清醒。咱们正式进入大汉帝国的故事。公元前202年，刘邦打赢了项羽，在山东定陶称帝。但你要以为从这一刻起就天下太平，那就太天真了。刘邦接手的是一个被10几年战争打烂了的废墟。《汉书·识货志》里有一段话，读着让人心酸：大米卖到1石5千钱，老百姓没饭吃，人吃人，死了一半。皇帝想出门，连4匹颜色一样的马都凑不齐，大臣们上朝只能坐牛车。更狠的是，政府居然允许老百姓卖儿卖女，只求能逃到蜀地去找口饭吃。你品品，这是一个开国皇帝的起点。北边匈奴年年来抢，国内的异姓王随时可能造反，秦朝的残余势力还在暗处蹦跶。用今天的话说，这就是地狱难度开局，但刘邦赢了。凭什么？咱们先看他的对手项羽。项羽什么人？楚国名将后代，贵族血统，力能扛鼎，打仗的时候身先士卒，猛得不像话。巨鹿之战，他破釜沉舟，几万人打败了几10万秦军，
打完之后，天下诸侯见了他，腿都是软的。但他有一个致命的毛病，不信人。手底下唯一的谋士范增，给他出了无数好主意，他一条都不听。范增最后气地说了句：“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意思是你自己玩吧，然后拍屁股走了。项羽还有一个问题，不会分钱，打下来的地盘舍不得给别人，封赏抠抠搜搜，结果韩信跑了，陈平跑了，全跑到刘邦那边去了。我觉得项羽的悲剧特别典型，能力太强的人往往最不愿意依赖别人，但一个人再强也扛不住一个团队。刘邦呢，他跟项羽完全反着来。刘邦这人说好听了叫务实，说难听了就是脸皮厚。他亲口承认过，论出谋划策，我不如张良；论管后勤，稳大局，我不如萧何；论带兵打仗，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每一个都比我强，但我能把他们拢到一块儿，让他们替我干活，这就是我的本事。这段话被班固一字不差地记在《汉书·高帝纪》里，堪称中国最早的领导力教科书。还有一件事特别能看出刘邦的性格。楚汉战争最焦灼的时候，韩信刚打下齐国，派人来要官，要当齐王。刘邦当时正被项羽围着打，焦头烂额。一听韩信在这节骨眼上还伸手要价，气得差点骂娘。但张良在桌子底下踩了他一脚，他瞬间反应过来，不能得罪韩信，话锋立马一转，大丈夫要当就当真齐王，当什么假齐王？大笔一挥，齐国封出去了，变脸比翻书还快。但每一次翻脸都是精准计算。有人说刘邦是流氓，但你仔细想想，在那个弱肉强食的年代，一个没背景、没武力、没资源的草根，不靠这种极致的实用主义，他连第2级都活不到。承认自己不行，然后找行的人来干。这个道理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太难了。多少人栽就栽在我觉得我行这4个字上。刘邦不光会打天下，还会稳天下。建国之后，他没学秦始皇搞一刀切的中央集权，而是用了一个折中的办法，郡国并行制。一半国土由朝廷直管，设郡县，另一半分封给功臣和刘姓宗族，让他们当诸侯王。这个制度后来被证明是颗定时炸弹，直接炸出了七国之乱。但你站在刘邦当时的处境里想一想，他手里的兵和钱根本不够控制整个中国。不分封，那些功臣立刻造反；分封是妥协，但妥协是为了活下来。他说过一句话，被班固记在了书里：天下苦秦久矣。老百姓被秦朝折腾怕了，不能再折腾了。所以汉朝初年选了一条路，无为而治。很多人一听无为，就以为是啥都不干，大错特错。无为而治的真正意思是，不瞎折腾，少收税，少征劳役，少搞大工程，少打仗，让老百姓喘口气，自己养自己。你别小看民间的修复能力，只要你给他时间和空间，他自己就能长回来。这条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是刘邦之后的几位皇帝：吕后、汉文帝、汉景帝。其中最值得一说的是汉文帝刘恒，这位爷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抠的皇帝。有回他想修个露台，让工匠一算，要100斤黄金，相当于10户中产人家的全部身家。汉文帝一听，算了，不修了。他自己穿粗布，他宠妃的裙摆不许拖地，省布。税收方面，他把农业税降到30税1，有段时间干脆把田租全免了。你说他小气？看看结果，到汉景帝末年，国库的粮食新的压旧的，堆到外面都发霉了，吃不完。铜钱多到串钱的绳子都烂断了。这就是文景之治的答卷。我觉得这里头有一个特别朴素但特别深刻的道理：
一个国家的强大，从来不是折腾出来的，而是不折腾出来的。你有没有发现，这跟我们管理一个团队、经营一段关系其实是一回事？越想控制，越容易崩盘。退一步给空间，反而什么都长出来了。但不折腾的逻辑，在一个人登基之后被彻底掀翻了。不过在说他之前，得先讲一场关键的内战——七国之乱。因为这场仗，才让我们看清刘邦当年埋下的那颗雷到底有多大。汉文帝在位的时候，其实已经感觉到诸侯王不对劲了，但他性子温和，又是从代王位子上被拉过来当皇帝的，根基不深，一直在忍。到了他儿子汉景帝即位，画风变了。景帝年轻时就不是善茬，做太子的时候跟吴王刘琨的儿子下棋，争着争着动了手，抄起棋盘直接把人打死了。吴王刘琨从此恨上了朝廷，在自己的地盘上筑钱、煮盐，富可敌国，再也不来长安朝见。面对这种局面，御史大夫晁错给景帝上了一份削藩策，逻辑非常直白。这些诸侯王不管你怎么哄，早晚要反；早削，他们力量弱，翻不了天；晚削，他们养肥了，更难收拾。景帝采纳了，诏书一下，先削楚国、赵国的封地，这一刀下去，捅了马蜂窝。公元前154年，吴王刘琨联合6个诸侯国，打着清君侧的旗号造反了。几十万大军一路往西推，打到梁国。梁王刘武死守睢阳，血战不退。景帝慌了，他做了一个极其窝囊的决定，把晁错杀了，拿他的人头去跟叛军求和。晁错穿着上朝的衣服，被拉到长安东市腰斩，到死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有用吗？当然没用。吴王根本不是为了晁错，他要的是皇位。使者拎着晁错的脑袋到了吴军大营，刘琨看都没看一眼。说实话，每次读到这段，我都替晁错憋屈。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但对的人未必有好下场，这是政治最残酷的地方。景帝终于醒了，启用了周亚夫。周亚夫不救梁国，不跟叛军正面硬刚，直接派兵断了叛军的粮道，没饭吃，几十万大军自己就散了。3个月，七国之乱平定，诸侯王的威胁从此基本解除，中央集权往前迈了一大步，但问题没彻底解决。那些诸侯王的地盘还在，直接收回来会再炸，不收回来永远是隐患。这个难题一直留到了下一个人手里。公元前141年，一个16岁的少年坐上了龙椅，汉武帝刘彻。他接手的帝国其实底子不错，国库满满，诸侯王被初步压制，老百姓日子过得去。但刘彻盯着的是另外2件事儿。第一，匈奴年年来抢，汉朝只能送公主，送钱买平安，窝囊透顶。第二，诸侯王没有根除，随时可能死灰复燃。他不想再忍了，他用了54年，把这个帝国的性格彻底改写了，也差点把家底烧干净。先说他干成的3件大事。第一件，解决诸侯王。怎么解决？应消会反。七国之乱的教训摆在那儿。不削，永无宁日。一个叫主父偃的人给他出了个绝招，推恩令。过去诸侯王的地盘和爵位只传给嫡长子，其他儿子一无所有。现在皇帝说了，为了彰显皇恩，诸侯王必须把地盘分给所有儿子，人人有份。你想想这招高明在哪儿？那些分不到地的庶子对皇帝感恩戴德，坚决拥护。诸侯王呢？皇帝是在给你施恩，你找不到拒绝的理由，结果是什么？大诸侯国传一代变成10几个小侯国，再传一代变成几十个村庄，不用动一兵一卒，诸侯王自己把自己稀释没了，这就叫阳谋，
你看得穿，但你破不了。我觉得推恩令是中国政治史上最漂亮的一招棋，没有之一。它不靠暴力，靠的是对人性的精准拿捏。谁不想给自己的孩子多分一点？第二件，统一思想，他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很多人把这理解成独尊儒术，其实不全对。汉武帝真正要的是把儒家立成官方意识形态，但背地里照样用法家那一套，面子是儒家的，里子是法家的。这一点他的曾孙汉宣帝后来一句话总结得透透的：霸王道杂之。我们等会儿再说。第三件，也是最震动天下的一件，打匈奴。他启用了2个人，卫青和霍去病。这2人的出身都不光鲜，卫青是骑奴出身，霍去病是私生子。但汉武帝不看出身，只看本事。他把最精锐的兵马、最充裕的粮草交给他们，让他们放手去干。卫青收复了河套，霍去病在河西走廊一路横扫，打得匈奴人唱出了那首著名的悲歌：使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翻稀，使我焉支山，使我驾父无颜色。公元前119年漠北决战，霍去病深入敌境2000多里，在狼居胥山祭天，封狼居胥4个字，从此成了中国武将的终极荣誉。同一时期，汉武帝还派张骞出使西域，张骞一走就是13年，被匈奴抓了2次，在那边娶妻生子，但始终没忘使命。他带回来的情报为汉朝打开了通往西域的大门，后来的丝绸之路就是从他的脚印里踩出来的。讲到这儿，你是不是觉得汉武帝简直天神下凡？别急，班固写汉武帝的时候，笔下非常复杂，因为他清楚，所有的辉煌背后都有血淋淋的账单。打仗要花钱，40多年的仗打下来，文景之治攒的家底烧光了，国库空了怎么办？汉武帝开始朝老百姓伸手，盐铁专卖，最赚钱的行业收归国有，算干的告抗，向商人征重税，还鼓励互相举报，白鹿皮币，一张鹿皮硬说值40万钱，这就是赤裸裸的抢。结果呢？汉书里4个字：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全国人口少了一半，老百姓活不下去，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更惨的是晚年那场巫蛊之祸，汉武帝因为迷信，把自己的太子刘据逼反了，太子自杀，皇后卫子夫自杀，牵连好几万人。一个皇帝把自己的妻子和儿子都逼死了。每次读到这段，我都沉默很久。权力这个东西，到了极致的时候，连骨肉亲情都能碾碎。但汉武帝之所以被叫大帝，不是因为他没犯错，是因为他认了错。公元前89年，68岁的汉武帝颁布了轮台罪己诏，向全天下承认，我这些年干了太多狂妄的事，让百姓受苦了。从今往后，所有劳民伤财的政策全部叫停。班固在《汉书》里的评价精准的吓人，有亡秦之师，而免亡秦之祸。他犯了跟秦朝一模一样的错，但他在悬崖边踩了刹车，所以汉朝没有像秦朝那样15年就亡了。能认错的皇帝，才是真正强大的皇帝。我觉得这个道理放到今天一样成立。那些永远觉得自己没错的人，不是太自信，是已经失控了。汉武帝走后，汉朝进入了一段过渡期。汉昭帝8岁登基，权臣霍光掌权。霍光是个狠人，也是个能人。他延续了武帝晚年与民休息的方针，让帝国缓了一口气。但真正把汉朝推向第2个巅峰的，是一个叫刘病已的人。这个名字你可能没听过，但他后来改了个名，刘询，汉宣帝。刘病已的身世比任何电视剧都离奇，他是巫蛊之祸里被逼自杀的太子刘据的亲孙子。
汉武帝的曾孙，巫蛊之祸爆发的时候，他还是个婴儿，被扔进死牢里，差一点就被自己的曾祖父杀掉。他在监狱里长大，后来流落民间，成了一个混迹于市井的街头少年，斗鸡走狗，三教九流，什么人都见过，什么苦都吃过。因为汉昭帝没有子嗣，经过一番复杂的政治角力，霍光把这个19岁的民间青年捞了回来，推上了龙椅。一个从死囚牢里爬出来的孩子变成了天下之主。这个剧本放到今天的好莱坞都算顶配。正因为在民间摸爬滚打过，汉宣帝比任何皇帝都更懂底层的苦，也更懂权力场的暗。他把刘邦的务实和汉武帝的铁腕揉在一起，开创了昭宣中兴。最能看出他段位的是《汉书·元帝纪》里记录的一段对话。他的太子，后来的汉元帝，是个儒家死忠粉，劝他说：“父皇，您用刑罚太狠了，应该多用仁政。”汉宣帝当场发火，甩出了那句千古名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正乎？”翻译过来就是：咱们汉朝有自己的一套，法家的硬手段和儒家的软面子混着用，该打就打，该哄就哄。你一个书呆子，怎么能只讲仁义道德？这段话把中国2000年的统治逻辑说穿了。真正的治国术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它永远是在刚和柔之间找那个微妙的平衡点。他还叹了一口气，说了句让人心碎的预言：“乱我家者，太子也。”一语成董。在汉宣帝手里，汉朝对外彻底打趴了匈奴，单于亲自跑到长安来磕头称臣，对内设了西域都护府，把今天的新疆正式纳入了版图。经济上更夸张，《汉书·识货志》记载，宣帝时期粮价跌到每石5钱，从高祖时一石5000钱到宣帝时一石5钱，100多年间粮价跌了1000倍。这就是无为而治，加昭宣中兴交出来的成绩单。但代价是什么？粮价太低，农民反而不赚钱了。你看，任何政策走到极端，都会生出新的问题。汉元帝即位后，完全丢掉了父亲那套霸王道杂之的打法，一头扎进儒家的道德教条里。皇帝被自己信的那套东西绑住了手脚，最高权力出现了真空。填补这个真空的是西汉帝国的一颗毒瘤——外戚。所谓外戚，就是太后、皇后的娘家人。从汉元帝开始，西汉的皇帝一个比一个弱，一个比一个短命。皇帝一死，小皇帝上位，太后掌权。太后一个人在深宫里能靠谁？只能靠娘家的爹和兄弟。于是大权一步步滑到了外戚手里。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姓王的家族凭着王政君汉元帝的皇后的地位，彻底把持了朝政。王家先后5个人当大司马，封了10几个侯，权势滔天，挥金如土。就在这时候，王家出了一个异类。王莽。王莽这个人，如果你只看他的前半生，你会以为他是圣人转世。王家所有亲戚都在疯狂捞钱的时候，他穿粗布，住陋室，把自己的俸禄分给穷人。他的儿子杀了家奴，他逼着儿子自杀，以此表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全天下都把他当成了孔孟在世，大汉的救星。公元8年，在万民拥戴的欢呼声中，王莽没动一兵一卒，通过禅让废掉了西汉的小皇帝，自己登基了，西汉灭亡，新朝建立。如果故事停在这里，王莽就是完美的偶像。但历史从来不信道德，只信规律。王莽上台之后，开始了他疯狂的改革。他是一个极端的理想主义者，认为天下之所以乱，是因为偏离了周朝圣人的大道。只要退回周朝的制度，一切就能好起来。
他颁布了一堆惊世骇俗的政策：土地国有化，按人头重新分配，废除奴隶制，盐、铁、酒全部国家专营，频繁换货币，废掉五铢钱，改发龟壳、贝壳、刀币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这些政策如果放在2000年后的今天，有些甚至显得超前，但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每一条都是灾难。把土地国有，动了整个地主阶级的命根子。可执行政策的人是谁？就是这帮地主。他们会没收自己的地吗？做梦！频繁换货币，金融系统直接崩溃，老百姓的积蓄一夜之间变成废铜烂铁。他还把少数民族首领的封号强行降级，甚至给人改侮辱性的名字。边疆全面开战，王莽把所有人都得罪光了，贵族、官僚、地主、商人、农民、少数民族，一个不落。10几年后天下大乱，公元23年起义军攻进长安，那个曾经被万民当神崇拜的王莽，被愤怒的士兵剁成了肉酱。我觉得王莽的悲剧特别值得每一个想改变世界的人深思。他不是坏人，他甚至可能是个好人，但一个脱离了现实的好人，造成的破坏比坏人还大。他用最美好的愿望制造了最惨烈的灾难。以上咱们聊的都是《汉书》里的纪和传、皇帝本纪和人物列传，这些内容最好看，也最容易记住。但如果《汉书》只有这些，它跟别的史书就没有本质区别。《汉书》真正伟大的地方在于，班固在故事之外还干了一件前无古人的事。他用10篇专题报告把汉帝国的底层代码全写了下来，这就是《汉书》里的志。你可以把志理解成制度调查报告。班固之前的《史记》也有类似的章节，但《汉书》的志在广度和深度上远远甩开了前人。全书100篇，80多万字，10篇志里我重点给你讲3篇，每一篇都是一把钥匙，打开一扇理解古代中国的大门。第一把钥匙，识货志，中国最早的宏观经济学报告。识是农业，货是商业和货币。班固在这篇志里详细记录了从先秦到王莽时期历代土地制度和税收政策的演变，你能从里头读到特别有意思的细节。汉朝开国时粮价一石5000钱，到文景之治降到一石几十钱，到汉武帝打仗又涨回去了。物价的波动就是帝国兴衰的体温计。他还写了汉武帝的盐铁专卖是怎么操作的。政府把盐和铁的生产销售全部收归国有，利润直接拿去养军队。这个政策从汉朝一直延续到清末，2000年没断过。最精彩的是关于货币的记载：5铢钱，重量适中，边缘有凸起的外扩，防止别人刮铜屑。从汉武帝铸造到隋朝，流通了700多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货币。班固用识货志告诉所有后来的统治者一个铁律：谁掌握了铸币权和粮食，谁就掐住了帝国的命脉。第二把钥匙，地理志，丈量大一统的帝国版图。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详尽的全国地方志。班固像一个极其严谨的测绘员，把汉朝的103个郡国、1587个县逐一登记在册。这个县有多少户，多少人口，出产什么矿，哪条河从哪儿发源，流向哪里，全都写得一清二楚。2000年前，没有 GPS， 没有卫星，这些数据从哪儿来的？靠的是朝廷每年从各地收上来的计部。地方官向中央汇报的人口、土地、税收统计，层层汇总，最终到了兰台，到了班固手里。他用这些数字画出了一张2000年前的中国地图。为什么地理志这么重要？因为在古代，版图不仅仅是土地，它是统治合法性的象征。班固通过这篇志，
把大一统3个字钉死在了中国人的脑子里。此后无论天下怎么分裂，后世的中国人只要翻开《汉书》地理志就会明白，从辽东到海南，从西域到东海，这片土地在2000年前就曾经是一个完整的、紧密相连的帝国。第3把钥匙，艺文志，拯救中华文明的文化备份。这是整部《汉书》里最让我感动的一篇。秦始皇焚书坑儒，把先秦典籍烧掉了大半。汉朝几代皇帝费了大力气在全国搜集幸存的书简，存进国家图书馆。可后来王莽篡汉，天下大乱，这些文化遗产眼看着又要断档。班固站了出来，他根据前人整理的皇家图书目录写成了艺文志，把当时所有已知的图书分成6大类：6艺、儒家经典、诸子、诗赋、兵书、术数、天文占卜、方剂、医学养生，总共收录了596家，13269卷。这就是中国最早的4库全书目录。很多古代的兵法、医书后来失传了，我们再也读不到原文。但正因为有了艺文志，我们至少知道2000年前我们的祖先曾经写出过那样璀璨的东西。那些书的名字、作者、内容梗概全被班固一笔一画记了下来。这是一份文化的备份。他告诉我们，无论经历多少次浩劫，中华文明的火种从来没有真正灭过。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志，大汉帝国才不只是一个空洞的朝代名，它的律法、户籍、道路、文字全部沉淀成了中华文明的底层代码。从汉朝之后，我们这个曾经叫华夏的民族有了一个共同的、无可替代的名字——汉人。我们写的字叫汉字，我们说的话叫汉语。一个朝代的名字最终变成了一个民族永恒的标记。聊到这儿，我想请你回到最开头那个问题：花30年干一件没有报酬，可能送命的事，你干不干？班彪干了，班固干了，班昭干了，他们图什么？我觉得他们图的就是一件事，让后来的人知道我们从哪儿来，走过了一条什么样的路，创造过什么样的辉煌，又犯下过什么样的错。《汉书》里有一句班固评价汉朝人才鼎盛时写的话：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大汉王朝网罗天下英才，在那个时代达到了真正的巅峰。那么今天我们读《汉书》能带走什么？我想跟你分享3点。第一，实用主义比空谈理想靠谱。刘邦不懂打仗，不懂治国，不懂谋略，但他懂一个道理：找懂的人来干。他大大方方承认自己不如张良，不如萧何，不如韩信，然后让他们各司其职。项羽恰好反过来，觉得自己天下无敌，结果众叛亲离。这个道理到今天一点没过时。一个领导的价值不在于他自己多牛，在于他能不能把牛人聚到一起。敢承认自己不行的人，往往才是最厉害的那个。第二，任何巅峰都有代价，但认错需要更大的勇气。汉武帝把汉朝推上了顶峰，也差点把汉朝推下悬崖。他在最后关头踩了刹车，一份轮台罪己诏救了整个帝国。能认错的人才是真正强大的人，那些永远觉得自己没错的，要么在骗自己，要么已经病入膏肓。第三，理想主义不能脱离现实。王莽是一个让人心疼的理想主义者，他想要一个完美的世界，但他完全忽略了人性的复杂和现实的惯性。他用最善良的初心造成了最恐怖的后果。这个教训对今天每一个想改变现状的人，不管你是管理者、创业者还是普通人，都值得刻在心里。回到《汉书》本身，班固死后，班昭一个人在孤灯下补完了哥哥的遗作。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写，
一笔一画的磨，把对兄长的思念、对历史的敬畏、对文化的责任全部融进了那些竹简里。每次想到这个画面，我心里都会涌上一阵暖意，不是因为这件事多么壮烈，而是因为它告诉我，无论时代多黑暗，环境多艰难，总有人在默默替这个民族点灯。班彪点了第一盏，班固举得更高，班昭在兄长倒下之后接过来继续举着。2000多年过去了，这盏灯还亮着。我们今天翻开《汉书》，依然能听见未央宫里的钟声，看见大漠孤烟下的汉家铁骑，感受到那个年轻帝国蓬勃跳动的脉搏。有人说历史是过去的事儿，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关系太大了。你今天说的每一句话，写的每一个字，自称的每一声汉人，都来自那个2000年前的帝国。你的思维方式，你的价值观，你骨子里那股不认输的劲儿，全带着大汉的烙印。读懂《汉书》，就是读懂你自己。嗨，我是老高，我们下期再见。